名字虽小，却包罗万象，碗儿不大，但风味独特。精心钻研，精耕细作，精益求精，只为一份小吃。要做一副好牛雜，要多的研究。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好挑剔的，一点都不能有的，一点就搞干净的。情怀不灭，传统不息，创新不止，小吃不小。老广的味道之小吃。想体会一方风土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尝尝当地的小吃。这些隐藏在市井烟火气里的美食，毫不掩饰本乡本土的真性情。独特的工艺技术，食物里的细腻心思，特别能引发老广人的共鸣。8月，禁渔期满，阳江海陵岛也随着渔船一起苏醒。海陵岛是广东省第4大海岛，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旅游及渔业得到迅猛发展。丰富的渔业资源，使得以鱼为原料的吃法长久地保存下来。一般都很喜欢吃的，这个鱼没加粉的，全部都是鱼肉啊，买来打汤啊、打饽饽啊，都好好吃啊。有時啊，鬆肉咪賣幾百斤。海陵岛居民以渔民为主，饮食中鱼或者鱼肉制品是必不可少的。鱼面、鱼丸、鱼腐等鱼糜制作的产品大受欢迎，特别是鱼面和鱼腐，更是具有近1000年的历史。冯世苏经营着岛上的一家食品厂，这天专程来到近海养殖的鱼排上寻找一种原料。嗰啲咩北法魚，嗱啲馬膠魚一般都喺嗱啲威蒙線啊，攞去帶圖做呢個。一般都係喺碼頭賣嚇。马鲛魚因其色白如銀，银肤燕尾，味甜无鳞，既有美貌的外表，又同时具有美妙的味道，因而受到广大食客的追捧。8月开渔之后，每天天不亮，喧闹的渔港就开启了一天的序幕。冯世苏趁着早市新鲜过来购买货物。我們海陵頭招貨碼頭每天5點到8點就非常熱鬧的。買高幾斤？16蚊，有幾百斤啊！这个便宜一点的，买完这个嘛，17块全部卖给你。马鲛鱼刺少肉多，富含脂肪，不能久放，需要尽快处理。我们摔了这整一块啊，跌不下去就差不多了。经过捶打的鱼肉起胶凝结成一团，即成鱼糜。冯世苏卖过猪肉，也曾经跟着亲戚做外贸生意。凭着丰富的渔业资源，他自己开厂做鱼糜制品，推销当地传统的小吃鱼面、鱼腐等。做好的鱼面经过定型冷却，既保留了鱼肉的鲜甜，又能保持弹性。清水煮开，放入肉丝及鱼面，煮熟即成著名小吃阳江鱼面。鱼面营养丰富，弹性的面条里有鱼肉的香甜味儿。鱼面还可以搭配胡萝卜和椰菜炒制，成为饭桌上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肴馔。
鱼米整盘入锅蒸15分钟，熟透之后切厚片，就是常说的海陵鱼腐。鱼腐整块入油锅，煎至两面金黄，焦香扑鼻，弹力十足。切小片装盘，是有人叙旧、烹茶聊天的好点心。鱼米产品中，冯世苏最满意的是金沙鱼豆腐。现在做金沙鱼豆腐，这是第一步定型。一颗颗的鱼米，在油温的呵护下，体型变得越发肥胀，似网球大小。当表面金黄时，捞起沥干，此时温度下降，网球表面塌缩出现皱纹，似披上一件金色纱衣，因此称为金沙鱼豆腐。金沙鱼豆腐与新鲜的菇菌搭配最为相宜，用瓦煲先把菌菇煮熟，放入鱼豆腐至滚开，加入配料，成为金沙鱼腐杂菌包。菌菇与鱼腐的味道并不混杂，保持原味的基础上，还能互相激发，清淡而素雅。鱼米制作成的食物，原是渔民犒赏自己的小吃，如今被搬上餐桌，成为游人尝鲜的菜肴。在惠州平潭，许多人的一天是从早上的一碗热腾腾的汤粉开始的，而汤粉里面往往会加上几块酿猪皮。酿猪皮使用的是客家菜中酿的手法，根据它的外形，曾有人称为金香肉。要把酿猪皮做得好吃，需要的不仅仅是辛劳，更多的是客家劳动人民的智慧。每天凌晨4点，张学胜就会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加工厂门口，等待约好的伙计送货过来。好了，好，过来买。今天的猪肉新不新鲜啊？刚杀好，你说新鲜不新鲜啊？是啊，是很热啊，很热啊。温热的猪肉预示着新鲜，也是张学胜这一天的开始。这个猪肉刚刚逮下来的，它有一定的温度。现在把它呢分锅切好了，到时候那个姜才起焦。猪肉切块充分冷却，搅碎摔打至起焦备用。这只是酿猪皮的一种原料，而另一种原料猪皮处理起来却非常繁琐，哪怕是张学胜这种老师傅都不能有丝毫马虎。就把它煮熟，煮熟了，到时候让猪皮是很麻烦的，这是关键的一步啊。不停的翻，它煮的那个就均匀哦。现在就煮好了。煮好的颜色是透明剔透的，很亮的，很漂亮的。现在就过冷河。热的食材趁热迅速置入冷水，以获得脆爽的口感，称为过冷河。煮熟的猪皮过完冷河，张学胜开始剔除猪皮上附带的肉与油。一点都不能有油的，搞得越干净就越漂亮的，越好的。张学胜做酿猪皮之前做过很多行业，批发水果、搬运工、包工头、
开摩托车拉客。1996年回老家做酿猪皮，开汤粉店。经过30年的努力，如今全国有近100家汤粉店，每年要用掉20多万斤他做的酿猪皮。熟猪皮刮干净油，晾晒是必不可少的步骤。这个猪皮一定要晒得干，要晒5天到6天时间。晒得像这样，你看它透明的、铁亮的，熬下会断的，这生意的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就用砂纸来爆下、炒下了，炒到它大冒烟，把油下去，增加它砂纸的温度啊。下去马上就冒烟了，好吧？开始放猪皮了，火大点，火放猛一点。来了！干透的猪皮经过高温砂子的焙烤，迅速的蓬松膨胀，变得金黄酥脆。待得金子般的猪皮凉透，张学胜置其入水，开始清洗。猪皮是在太阳底下晒的嘛，有点杂质啊、灰尘啊。第一个把它洗掉，第二个呢就把那个油去干净。现在猪皮去了油腌一下就很白了，很干净了。洗好的猪皮晾干铺底，放入打好起浇的肉糜，再放一层猪皮做面，这就是酿的手法。要蒸20分钟就可以了。蒸熟的酿猪皮，2层金色夹着肉糜，似金子镶在肉的表面，金香肉恰如其名。锅里入黄油，放入切小片的金香肉，煎至焦香扑鼻，3两知己下酒佐茶，其乐无穷。金香肉切薄片，黄豆芽与姜同炒，去除腥味儿。软身后加入水，煲20分钟至豆瓣出味儿，加入金香肉，煮至发胀。植物蛋白与胶原蛋白共冶一包，凸显客家人关于食的智慧。黄豆芽焖煮金香肉，口味清淡又营养丰富，豆芽既爽口又有淡淡的肉味儿，反比金香肉更受欢迎。利用常人舍弃的猪皮制作而成的金香肉，蒸煮煎炸样样适宜，既丰富了餐桌，也把客家人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加拿大回来专门来吃米粉，就是老桂林嘛。好嘞，给2万个。这么多年，这个老店的价格都还没变。
好，生意好啊！哎呀，这10几年了，这个店的味道还是那个样子，桂林米粉的爽滑，非常舒服，感觉非常好。据说秦时已有米粉，历经2000年，桂林人最喜欢吃的永远是一碗鲜湿米粉。但是鲜湿米粉含水量大，易变质，难以保存，所以当地有卤香不出20里的说法。曾经是银行高管的秦光灿，却想打破这个魔咒。做桂林米粉，我想要当地产的一种原料，现在我们就下去找。今年谷子好饱满，这是做米粉的好料子。是吧？像你这是1亩地打得好的谷子啊，真的。品种好的可以打1000多。蛮好，今年的谷子你看。今年算丰收在望了。把稻米变成米粉，要经过发酵、磨浆、蒸皮、挤丝、冷却等17道工序。秦光灿采用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方法。做米粉的第1步，我们要浸米，让大米充分的发酵。发酵的时间呢，最起码要24小时以上。有股淡淡的酸香味，我们就可以做米粉了。秦光灿1996年落户广州，在走访了许多的米粉店之后，发现市场上难觅鲜湿米粉的踪影。于是他有了一个让广州也有鲜湿米粉的念头。发酵好的大米必须现场磨浆。现磨的米浆做出来的米粉呢，它的吸味功能会更好。像我们蒸皮呢，看到表面出现了气泡，气泡小了的话呢，粉皮就厚了；气泡大的话呢，那粉皮就薄了。新鲜的米粉洁白晶莹，散发出淡淡的米香。桂林米粉地道的吃法莫过于老4样，其中锅烧卤菜粉是最常见的。而锅烧从选材开始就很讲究，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。锅烧的原料主要是来自猪的那个下巴肉。煮肉主要是把那个肉皮啊，给它煮软了，这个时间呢大约要半个小时。煮泡的时候，这个肉就做好了。要让它的皮呢密密的扎上小孔，给它更好的把那个油走掉。有的醋呢要浸的时间长一点，好的醋呢它就会浸得短一点。炸锅烧呢一定要冷油下去，如果热油呢，里边的那油脂走不进，这个锅烧呢就太腻，并且不会脆。炸好的锅烧金黄酥脆，肥而不腻。一碗传统的桂林卤菜米粉有3要素：米粉是根本，卤水是魂魄，卤菜则有锦上添花的效果。近20种配料，新鲜的牛肉、牛肚等慢火熬煮近8个小时，终得黑棕透亮的卤汁。米粉入锅开水汆烫30秒，配上卤菜，淋上卤汁，桂林卤菜粉新鲜出炉，未吃已是香味四溢。米粉的爽滑，锅烧的香脆，卤菜的香糯
卤汁的咸鲜，齐聚于一碗米粉。桂林米粉老4样里面，最精致的吃法是腊马肉米粉。新鲜的马肉，撒盐拌匀腌制1天，上架阴凉通风处风干，煮熟备用。马骨熬汤，肉烂汤浓时，米粉入汤汆烫半分钟，小盏盛放，腊马肉切片，配上香酥的炸黄豆，最后浇上马骨浓汤，色香味俱全的马肉米粉令人馋涎欲滴。吃马肉米粉，须得先找到粉头，一吸到底，吸溜有声。腊马肉入口，细细咀嚼，越嚼越香。最后喝碗浓浓的马骨汤，才算功德圆满。桂林米粉这种具有浓郁特色的地方小吃，碗儿虽小，却能包容万千。正如桂林这座城市海纳八方的性格，让人称道。在曾经以东江菜闻名的惠州，有一种小吃经数百年磨砺，仍然在街头及餐桌上流转。阿嬷酱做法简单，却是惠州人世世代代的记忆。李正旭是惠州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，他对东江菜的各种小吃情有独钟。也拜访了很多老师傅，很多东江的传统小吃啊，包括像阿嬷酱，大家想不想学啊？阿嬷酱是需要练习，这个拉开来得，不要是让它成一团一团的啊。OK， 拿起来试一下这个味道。李正旭曾经在酒店当过厨师，转行当老师只是最近几年的事。曾经辉煌的东江菜系，如今已经没落，甚至失传。在授课之余，李正旭到处走访及收集资料，希望能把原来比较著名的一些小吃得以还原。我觉得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不能就这样丢失了，所以我就想方设法去找咯。民俗专家林慧文成为李正旭的第一个老师。阿嬷酱能够在惠州流传几百年，它有什么一些原因吗？阿嬷酱使用的材料，那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非常广泛使用的，所以老百姓对这样的小吃非常有记忆，非常有一种吸引力。除了民俗专家，李正旭还专程跟一些老师傅学习传统小吃阿嬷酱的制作过程。把这个萝卜炒起，就这样个就可以。就这样子。把这个盐啦、糖放了就这个水就全部的就出来了，然后就这个5熟滚。要腌多长时间？这个？不要，大概是20分钟。先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油里，6分钟就可以了。2分钟就可以了，6分钟就可以了。这样子的作用是什么？它就不会粘住吗？对。就把这个萝卜丝装到这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姜不要太多哈，就表面有一层，对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这个要炸多久啊？大概是要3分钟就可以了。3分钟，3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那我来试一下，扁一点，慢一点，对。这就可以了啊，可以。做好的阿嬷酱外表金黄酥脆，内里松软，萝卜丝、虾仁的香味儿被锁在里面。咬开的一瞬间，咯吱作响，
酥脆满口，香甜扑鼻。儿时的记忆也随着那一口在脑海里流淌。阿嬷教做法简单易学，李征旭还会做另一道东江菜系著名的小吃鸡油汤圆。鸡油汤圆的做法几近失传，要做好汤圆，必须得有好的鸡油。山林幽静，正是养鸡好去处。李征旭做鸡油汤圆，选用的正是这里出产的阉鸡。鸡油取出之后，必须先煮熟，再用白糖腌制。这个鸡油是拿来做馅料的，所以要用的白糖的量要比较偏大，大概腌制1个星期左右，把它腌制到它透明为止。腌透以后，吃起来就不会那么的油腻了。腌制了1周的鸡油，白糖与脂肪互相作用，鸡油的边缘变得透明，这时就可以用来做馅儿料包汤圆了。用鸡油包汤圆这种吃法，在惠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，现在处于失传的边缘。李征旭也是在走访的过程中跟老师傅学到的手艺。我希望呢，能够有更多的人，也学会来做这样的一道经典的小吃，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品味到这样的一款东江的经典的传统小吃。随着水分的蒸发，汤汁越来越浓，汤圆也因煮熟膨胀。煮至这个糖浆往下流不断的时候，这个汤丸基本上煮好了。还有其次就看到这个色泽，看起来整体是呈金黄色。煮好的汤圆似网球大小，色泽金黄，甜香扑鼻。诱人的甜味儿正不停撩拨着味蕾。今天，李征旭邀约来几位专家，要给他们尝试一下自己学习做的鸡油汤圆是否成功。东江传统的鸡油汤丸，请各位专家品鉴一下。这是惠州以前的老味道。我小时候吃过，好像虽然说是汤丸这么简单啊，但是已经失传好久。甜甜的，一点都不腻。好奇怪的。唯一的不足，我就觉得是制作工艺啊，它流程比较长一点，人工多，那么它的成本高，那它卖的价钱也就应该高，但是市场不一定接受。试验成功，这让李征旭感到满心的欢喜。虽然普及这款小吃的道路还很漫长，但失传的手艺总算是重回人间了。我杯牛茶，过来看一下啊。嗰啲牛雜幾錢碗啊？15蚊。我俾一碗啦。好。哦，都好香喎！呢啲好似細路仔以前食嗰啲味咁喎。係啊。牛杂，古时是富人们茶余饭后的零食，现在老广爱食牛杂，甚至超过肠粉。对老广州郭志雄来说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用了哪些料，正不正宗，他最清楚。喂，你好。係啊。郭志雄做餐饮30多年，因为好味，不少客人找他做私家菜招待朋友，几乎每次都少不了拿手的牛杂。哇！啲今日啲料幾靚喎！牛場最後嘅一批牛，最新鮮嘅啲。
牛杂也称为牛下水，就是牛的内脏。我哋點解要出水呢？因為出水呢，佢就將呢啲邋遢嘢啊，嗱呢啲咁邋遢嘢呢，就喺個肺嗰度逼晒出嚟，逼晒出嚟。如果你唔出水呢，佢就藏晒喺裏邊嘅。我哋洗完以後呢，嗰個肺呢係好乾淨嘅，好乾淨嘅，一啲雜質都冇嘅，唔會邋遢嘅。要捽夠佢。一定要捽。过完水的牛杂去除了内里的杂质，变得富有弹性。仔细的反复清洗，熟悉各部位的肉质纤维。为了做出口感味道俱佳的牛杂，离不开郭志雄多年的摸索与多次的试验。牛杂要吃到嘴里，还得有一番功夫。郭志雄会根据不同部位安排炖煮的時間。牛肚嗰個肉質纖維咧，佢比較緊啊，就要落早啲，10分鐘以後，咁我哋就將牛膀啊、牛腸啊咁就放落去咧，咁就一齊燜。燜好的牛雜，鍋蓋未開，香味已然掩蓋不住。我哋燜呢班牛雜咧就燜好啦，好香㗎，但係就唔能夠馬上食用嘅，1個鐘頭以後先能夠開始食用嘅，等佢充分入味。腸與肺彈牙耐嚼，肚與喉爽脆入味，牛膀鬆軟甘香，不同的肉質纖維幾乎統一，但又保持了各自本身的味道。今天，郭志雄迎來了一位特殊的顧客。咁啊，又嚟試試嘅啲牛。好。刘都东是在2010年与郭志雄的牛杂邂逅的。自從那次嘗過味道之後，郭志雄的店搬去哪兒，他就追去哪兒。如今已經過了8年。應該是這一碗。牛雜裡令劉都東印象最深的，莫過於牛膀。牛雜裡邊有牛膀，多數的證明他選擇的牛雜是新鮮的。牛膀要把它弄得很乾淨，然後吃起來沒有異味，是比較難的。如果你吃到了一個很乾淨的牛膀，說明這個廚師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功夫在裡面，很有嚼勁，有一股甘香味。但是最後這一碗，我一直在吃的這個馬克做的牛奶。晚上客人聚齊，牛雜由街頭小吃變身為餐桌主菜。這款經典小吃由富戶的高牆大院走出，成為尋常百姓的街邊零嘴兒，見證了歷史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我個禮拜啊。就會嘅。呀，哇，今天又來冇夾子啊？冇夾，冇嚟今天廿四咧，黃糟啊，嗰個。刷卡做啊，上面。好，我講冇勁啦，冇啥勁啦。這種形似淮山的東西是薑薯，所以也被稱為小淮山。潮汕人喜愛薑薯，每逢年節喜事做成貢品，拜老爺祭祖先；做成甜品招待親朋好友是必不可少的。薑薯雖好，要想把它搬上餐桌，確實要頗費一番功夫。
农历8月，华北地区已是秋高气爽，而岭南仍是热火朝天、骤风骤雨的夏季。就在前2天，超强台风山竹过境，这里的姜薯被吹得东倒西歪。一大早，种植姜薯20多年的张松坚就赶到地里干活了。这个姜薯最怕就是那个前台风，吹倒之后，如果没有这样浮上来，它就要生这个叶斑病，过几天就会烂掉了，姜薯就没有收存。这个季节正是姜薯种植的关键时期，春节前后的收成能有多少，就要看这最后一次的施肥与管理。张松坚丝毫不敢懈怠。这个整天都要在田里面陪着那个姜薯的生长，像什么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很娇气的，你没有时刻来关注它，来安慰它，它时刻都会生病的。西卢镇地处山间平原，沙质土壤松软肥沃，非常适合种植纵向生长的姜薯。云奔潮涌，山染丹峰，时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偷偷溜走。当南方真正感受到秋凉，也到了姜薯采收的时候。天刚亮，张松坚又急忙赶到地里。每天早上都6点到7点都要来这里转一转，这里有好多那个山猪啊、山鸡啊都来破坏那个姜石啊。你看这里都好多那个脚印，都是在这里。就是这个地方啊，挖了几10公分啊。野猪趁着黑夜偷吃姜薯，也正预示着姜薯的成熟与丰收。冬至临近，张松坚决定先采挖一批，试一试今年产品的成色。今年产量这个姜石还算可以啊，有3斤左右啊。哎，哇，这个更好啊，这个要4斤左右啊，好厉害的。这个要有技术啊，有一点农业的技术啊，好看啊，好漂亮啊。哎，由于种植条件好，西卢镇的姜薯以个大皮薄、脆甜爽口而远近闻名。张松坚刚刚采挖不久，就有人上门来收购了。你好，得6件做，有包有包。你爱买啊？我爱买啊。有啊。一件几錢啊？一件12啊。哇，大豐收啊！嚟緊買啊！新鲜的姜薯不宜久放，越早处理味道会越好。姜薯这个皮好薄啊，比那个纸片都薄啊。这个在去年啊，1斤要买到几10块钱，好贵啊。洗干净刨上来的姜薯，好漂亮的，好白啊，好嫩啊。洗净去皮，再刨成薄片，等水煮开，加入姜薯片和去壳的熟鸡蛋，再放白糖提味儿。逢年过节，特别是养生的客人来，我们就这样一碗就2个鸡蛋这样搞上去，就给客人，就是一种尊重的意思。潮汕人年节喜事时待客的小吃姜薯鸡蛋甜汤
就好了。除了刨片做甜汤，高烧姜薯也被用来招待远方的客人。白糖与水先煮开，加入切块的姜薯和番薯，煮20分钟起锅。高烧双薯，口感软糯，甜而不腻。去皮的姜薯蒸熟，压碎成泥，作为馅儿料包成寿桃，即可变身成祭祀祖先的贡品或者餐桌上的点心，大方而又不失高贵。将薯泥加热化开成糊，以此做底，铺上一半的红豆沙。浦东的沙地食材经过精工细作，变身成古色古香的姜薯红豆太极图。长在地里的姜薯，阐释着人们生活的富足甜美，也代表着潮汕人待客的热情与真诚。小吃，便宜而美味，名字虽小，却包罗万象。碗儿不大，但风味独特。特色小吃，带着一方水土的匠心与传承，吃上一碗，惦记经年。这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味儿，最抚凡人心。您正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。